公元262年，洛阳东市的刑场上站着一个40岁的男人，他叫嵇康，是那个时代公认最好看、最有才、最让天下人心折的名士。3000名太学生跪在刑场外联名上书，请求朝廷放过他，让他到太学去当老师。朝廷没有答应。行刑的时辰快到了，这个人却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。他抬头看了看日影，发现时候还早，于是向家人要来一张琴，就在刑场上当着几千双眼睛从容地奏起一曲《广陵散》。一曲奏完，他放下琴说：“从前袁孝尼想跟我学这首曲子，我每一次都舍不得教。从今天起，这首曲子就要断了。”然后他赴死，时年40。你可能会问，一个人被押上刑场，不喊冤，不求饶，不痛哭，反而先把一首曲子从头到尾奏完，他到底在想什么？更奇怪的是，这件事并不是小说家编出来的传奇，它被正正经经地写进了一部官修的正史里。今天20分钟，我不跟你讲整部禁书，也不讲那些名字相近听了就头晕的王侯乱斗，我只带你走进这部大书里最动人的一卷，最让人放不下的那一群人——竹林七贤。先说这本书和写书的人。晋书，唐朝房玄龄的人奉敕传，是24史之一，也是24史里成书过程最特别的一部。唐太宗贞观20年下卸重修晋朝的历史，由宰相房玄龄、褚遂良等人领权，集合了20多位当朝史官，分工合作，几年之内就修成了。全书130卷，包含帝纪10卷、志20卷、列传70卷，还有专门记16国政权的载记30卷。更难得的是，唐太宗本人亲自替宣帝、武帝2篇帝纪和陆机、王羲之2篇传写了史论，所以这部书一度被题为御传。皇帝亲自下场写史论，在中国史书里极为罕见。晋书写的是从司马氏崛起到东晋灭亡，将近200年的历史。不过我要诚实的先说一句，后世史家对他一直有批评，说他好采句笔碎事，意思是太爱采用《世说新语》那一类笔记小说里的戏文，把传说和史实混在一起写。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竹林七贤，很多故事其实就站在正史与传说的边缘上。他们确实白纸黑字写在正史里，但也确实带着魏晋名士圈层层转述的文学色彩。我会照原文讲，也会随时提醒你哪里是史笔，哪里是传说。那竹林七贤到底是谁？晋书卷49和卷43这几篇列传记下了7个名字：阮籍、嵇康、山抽、向秀、刘伶、阮咸、王戎。晋书山偷传写得很清楚，与嵇康、刘安善，后遇阮籍，变为竹林之交。山偷先和嵇康、刘安交好，后来遇上阮籍，这几个人就结成了竹林里的朋友。相传他们常常聚在山阳一带的竹林之下，喝酒、弹琴、清滩、写实，当时的人就把他们合称为竹林七贤。可是你千万别把他们想成一群逃避现实、只知道玩乐的文青。晋书阮籍传有一句话，是理解整座竹林最关键的优势：即本有济世志，主谓晋之计，天下多故，名士少有权者。阮籍本来是有志于救世济民的，只是他恰好活在魏晋交替的那个节骨眼上，天下变故太多，有名望的士人几乎没有几个能够保全性命。这句话里藏着一整个时代的血。当时曹魏的政权正被司马氏一步一步架空，站错队的人动辄被灭门，说错话的人第2天就消失。竹林不是他们的乐园，是他们的掩体。那些看起来疯疯信令的举动，很多时候不是浪漫，而是活下去的办法。我们先看阮籍。晋书写他博览全书，尤好庄老，然后给了他一句非常传神的评语：嗜酒能续，善弹琴，当其得意，忽忘形骸。他爱喝酒，会场序，善于弹琴，一旦进入那种忘我的境界，就连自己的身体都忘了。关于他的酒，
晋书记了一件近乎荒唐的事。阮籍听说步兵校尉的军厨里有一位很会造酒的人，仓库里还存着300壶好酒，于是主动去求官，指明要当步兵校尉。他这辈子唯一一次主动要官，理由居然是为了酒。从此以后，人家都叫他阮步兵。更惊险的是另一件事，权臣司马昭想跟他结成亲家，替儿子向阮籍的女儿提亲。这种婚事答应了等于上了船，将来一起沉；拒绝了等于当面打权臣的脸。阮籍怎么办？他一连大醉了60天。来提亲的人每一次上门，看到的都是一个醉得不省人事，根本没法开口说话的人，话始终递不出去。这门亲事只好作罢。酒在阮籍手里不是享乐，是一面盾牌。他用一场长达2个月的烂醉，替全家人挡掉了一场可能灭门的灾。阮籍最有名的招牌是一双眼睛。《晋书·阮籍传》写：籍又能为清白眼，见礼俗之事，以白眼对之。阮籍能够自由地变换青眼和白眼，看见那种满口礼法、俗不可耐的人，他就用白眼翻过去。青眼是黑眼珠正对着你，表示我看重你；白眼是眼珠一翻，只给你眼白，表示我懒得看你。这不是比喻，是他真的当着人家的面做出来的。书里紧接着记了一场尴尬到极点的丧礼。阮籍的母亲过世，前来冲宴的人里有一位叫姬喜，是嵇康的哥哥，当时规规矩矩的正派官员。及姬喜来冲，即作白眼，喜不义而退。姬喜来冲丧，阮籍当场翻了个白眼，姬喜脸色一沉，掉头就走。可接下来这一段才是全篇最漂亮的对照。乃击酒携琴造烟，及大悦，乃见青眼。姬喜的弟弟嵇康听说了这件事，没有带什么奠仪礼数，而是提着酒抱着琴，就这么上门来了。阮籍看见他大为高兴，立刻给了他一双青眼。你看懂了吗？在阮籍眼里，丧礼上真正的停贴从来不是那一套繁文卷结，而是知道我此刻难过，带着酒和琴来陪我坐一坐的那个人。青白眼不是耍脾气，是他对这个世界最直接的一次分类。如果说青白眼是阮籍的锋芒，那另外2件事就是他的深烟。晋书写他：使率独驾不由景路，车技所穷，卧不痛哭而返。他常常随着性子一个人驾着车出门，不走现成的大路，就这样一直往前开。等到车轮再也走不下去，前面已经没有路了，他就放声大哭一场，然后掉头回家。这就是后人说的穷途之哭。一个人为什么要哭一条没有路的路？因为那条走到尽头的车辙就是他自己的人生。满腹济世之志，却生在一个一开口就可能掉脑袋的时代，往哪个方向走，前面都是死巷。他哭的不是路，是自己。而他保命的另一首就写在同一篇列传里：虽不拘礼教，然发言玄远，口不攒鄙人物。他虽然不守那些礼法规矩，可是讲起话来都非常玄虚悠远，从来不评论任何一个人的好坏。这一点极不容易。在那个因言获罪的年代，最危险的从来不是喝酒发疯，而是说某某人是好人，某某人是坏人。你今天说的每一句评语，明天都可能变成别人拿来告你的证据。阮籍一辈子没有评论过任何人，所以他看起来疯，却活了下来，享年54。讲完阮籍，我们回到开场刑场上的那个人嵇康。《晋书·嵇康传》给他的第1段描写，几乎是整部正史里最华丽的一段人物素描。身长7尺8寸，美辞气，有风仪，而土木形骸，不自早视之。他身高7尺8寸，换算下来将近1.9米，谈吐漂亮，气度不凡。可是他对自己的外表毫不在意，就像泥土和木头一样素朴，从来不打扮修饰。书里接着说，即使这样不修边幅，别人看见他还是觉得他龙章凤姿，天质自然，那种光彩是天生的，不需要任何装饰。他是曹魏宗室的女婿，做过中散大夫，
所以后人称他姬中散。可他对做官毫无兴趣。晋书写他的日子是：常修养幸福时之事，弹琴验诗，自足于怀。他常年钻研养生和服食药耶的功夫，弹琴写诗，一个人就过得心满意足。他还有一项在当时士大夫眼里极不体面的爱好，打铁。他真的在自家院子的大树底下架起炉子，挥着铁珠一下一下的弹打，满身是汗，满手是黑。一个名满天下、长得像神仙一样的贵族女婿，宁可在树下打铁，也不肯到官场去周旋。这件事本身就是他对那个时代最安静也最傲慢的一次回答。嵇康的性格最后要了他的命。晋书记了一场著名的会面，当时有个叫钟会的人，敲穿钟氏的贵公子，才思敏捷，能言善辩，是司马昭身边最红的红人。钟会久仰嵇康的大名，特地带着一大群随从，浩浩烁烁地跑到嵇康家去拜访。那天嵇康正在大树底下和向秀一起打铁，原文只有8个字，却写尽了一个人的骨头。康不畏之礼，而叹不变。嵇康连个招呼都没跟他打，手上的铁珠也一下都没停。钟会就这样站着，站了很久很久，没有人请他坐，没有人跟他说话。最后他忍不住转身要走，这时候嵇康才开口问了一句：你听到了什么才来的？又看见了什么才走的？钟会回了一句同样漂亮的话：听到我所听到的而来，看见我所看见的而去。话说得很好听，可晋书紧接着只写了一句：会以此汉之。钟会从此把这笔账牢牢记在了心里。你有没有觉得脊背一凉？一次没打的招呼，一下没停的铁枝，种下的却是几年以后刑场上的那把刀。这就是嵇康，他不是不懂人情世故，他是不肯。现在我们要讲竹林里最被误解的那个人，山抽，字巨源。七贤里面，山抽年纪最长，也是唯一一个真正做到高位的人。他在司马氏的朝廷里当到吏部尚书，专门负责选拔官员。晋书《山偷传》记下了他的政绩，操所奏甄拔人物各为题目，时称山公启事。他每推举一个人，都会替这个人写一份评语，说清楚这个人是什么材料，适合摆在什么位置。这些奏章被当时的人合称为山公启事，成了那个时代选官的范本。问题出在山偷想把好事分给老朋友。晋书《嵇康传》写：山涛将去选官，举康自带，康乃与涛书告决。山涛要卸下选官的职位，推举嵇康接替自己。嵇康于是写了一封信给山涛，宣告绝交。这封信就是文学史上大名鼎鼎的《与山绝交书》。信里嵇康把自己说的一无是处。我懒到头发长了舌子也不想洗，坐久了不肯起身，最怕见客，最怕写公文。他甚至写下非汤武而薄周孔，连商汤、周武王都不放在眼里，看不上周公和孔子。这句话在当时等于政治自杀。可你要看懂，嵇康骂的其实不是山涛，他是在告诉所有人，别再拉我上船了，我这种人一上你们的船，只会沉得更快。故事走到最后，嵇康的朋友陆安被自己的哥哥诬告不孝，嵇康出面替陆安作证，结果被牵连下狱。这时候，那个站了很久却没人搭理的钟会出手了。他向司马昭进言，说嵇康这种人不肯合作，言论放漏，败外礼教，留着迟早出事。司马昭下令处死。于是就有了开场的那一幕。晋书原文是：康将行东市，太学生3000人，请以为师，抚许。康酷视日影，所情谈之。嵇康即将在东市受刑，3000名太学生集体上书，请求让他去做老师，被驳回了。嵇康回头看了看日影，要来一张琴，就地奏了起来。然后是那句1700多年来让无数人
心口一紧的话：昔袁孝尼常从吴学，广陵散。吾每尽顾之，广陵散于今绝矣。从前袁孝尼曾经跟我学这首曲子，我每一次都吝惜着不肯教。如今他从今天起就要绝迹了。史书只淡淡地记下4个字：10年40。那一年他才40岁。可故事还有一个反转，临死之前，嵇康把儿子嵇绍托付给了人，不是托给竹林里任何一位酒友，而是托给那个被他写信绝交的山偷。他对儿子说：巨源在，汝不孤矣。有山巨源在，你就不算没有依靠了。后来山涛真的把嵇绍养大，举荐入朝。原来那封绝交书绝的是仕途，不是情谊。20分钟快到了，禁书里的竹林七贤最后的结局各不相同。嵇康死在刑场，阮籍景在说不出口的沉默里活到54岁，山偷做到高官，替朋友养大了儿子。王戎成了西晋的三公，向秀在嵇康死后被迫出来做官，写下一篇路过故居的悼文。刘伶和阮咸则一路喝到底。7个人，7种活法，没有哪一种是轻松的。他们留给今天最重要的一课，我想是这样的：竹林不是逃避，而是一个人在无法选择的时代里，替自己守住的最后一块地方。你未必要像嵇康那样宁折不闻，也未必做得到阮籍那样一辈子不说人是非，但你至少可以问问自己，在那些你不得不妥协的事情之外，有没有一件事、一个地方、一段时间，是你怎么样都不肯交出去的？那就是你的竹林。而山偷替我们补上了另一半答案：懂得在注释里把事情做成，把朋友的孩子好好养大，同样是一种了不起的担当。如果这趟旅程让你有收获，记得订阅频道，我每周用20分钟带你读完一本值得读一辈子的好书。下一集我们离开乱世，走进清代北京的1年4季，看老北京人怎么过节，怎么吃，怎么玩，燕京岁时记。最后在留言区告诉我，嵇康的不肯低头和山偷的入世担当，你更接近哪一种？我们下集见。